近日，我国的新型国产航母正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在如火如荼的建造中。时隔1个多月，我国产新型航母终于又有了些许动向。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我国的新型国产航母正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在如火如荼的建造中，而网络媒体则迅速地曝光出了新型国产航母的高清图片。照片显示，目前国产航母的整体进度喜人，甲板疑似铺设完毕，舰岛已经吊装，舰艇右边的升降机还没有安装完毕，不过照这个进度也快完成了。此次国产新航母的动态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据分析，甲板中间那个弹射器已经有了预留的开槽，但是甲板上的动力系统的开口貌似是封闭的。不过航母基本上已经整体成型，甲板、舰岛这些基本的都已经完成，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最后的收尾阶段了。虎妞大胆预测，国产新型航母最快今年年底必将下水，最迟也不过明年年初。国产新型航母是我国的一次全新的尝试，摆脱了以往苏联航母的模式，自创出了一种新模式，即常规动力航母平直甲板架电磁弹射的模式。要知道，当年美国人搞的小鹰号常规动力航母也不过是蒸汽弹射技术，而我们这边直接是从零移步到电磁弹射系统，可以说直接弯道超车美国了，可以说是开拓性的创举。而且国产新型航母的战斗力也远强于辽宁和山东2艘航母，主要的就是因为有弹射技术和大空间的机库，可以携带更多满弹满油的歼15战机。据估计，将来国产新型航母的舰载机可以达到70至80架之多，其中60至70可以搭载先进的歼15T 型弹射版舰载机，这就使得新型国产航母战力直接超过辽宁号和山东号的总和，甚至将来不排除全面换装隐身的舰载战斗机。而且新型航母还可以搭载空中之眼舰载预警机，这将极大的提升整个航母舰队的事态感知能力，可以使我航母的战斗力直接提升一个量级。因此，国内的军迷尤其关注新型航母的大小、吨位和甲板面积等性能，因为这关系到一艘航空母舰切实的战斗力。而现在新型国产航母大体上已经初步成型，我们就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新型国产航母的一些信息，以及新型国产航母能否与美军的现役尼米兹级超级核动力航母相抗衡。实际上，从国产新型航母曝光的一瞬间，关于新国产航母的性能讨论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现在国内外的不少网友已经对国产新型航母做了具体的性能分析。不过航母从开工到现在都是纯纯的露头制造，没有办法隐藏，因此只要一建造，那么肯定会被外界知晓。毕竟航母太大了，总不能拿个巨型罩子罩住吧。所以新型国产航母一建造就一直被卫星和手机拍摄，通过与周边舰船和港口大小的对比，就已经推测出了新型航母的大致大小和甲板面积。新型国产航母的长度据推测为320米左右，而目前美国现役的主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为330米长，最新型的福特级航空母舰则为332米。与美国现役航母对比的话，新型国产航母的长度无疑是要小上10米左右的。但是根据图片分析，新型国产航母的宽度要比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要宽不少。尤其是航母左舷后侧，可以轻易地看出新型国产航母甲板多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一大块面积。看起来我国采取了更宽一些的甲板设计，飞行甲板的最终面积差不多已经超过了尼米兹级，只比福特小一点。一艘航母能否充分发挥战斗力，甲板面积的大小是占有重要作用的，因为甲板面积的大小决定了上面停放战机的数量和调度整备能力。通俗易懂的讲就是，甲板面积越大，战机出勤率不会低，协调性也会被加强，而且还有电磁弹射系统的加持。新型国产航母的战机出勤速度估计能够超过采用蒸汽弹射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通过刚才对国产航母的分析，这艘新航母在除去动力系统以外，在其他方面可以说是不入于美国现役航母什么的。这艘航母和尼米兹、福特一样，都属于世界第一梯队的顶尖航母，
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我国从2012年服役第一艘航空母舰到现在也不过9年时间，谁也不会想到我国航母发展的这么迅速，已经完成了从改装仿制到能够真正意义上自行设计并且建造大型航空母舰。如果照此进度，在不久的将来，核动力航母的问世离我们看来也不远了。